OK， 那所以香香的，就是那个某个化妆品的味道。妙娇。我们现在呢，趁2个小朋友都在睡午觉。如果是有追踪我们一阵子的观众，就会知道我们2个的背景是老师跟治疗师嘛，还蛮常会看到有人在我们影片下面就留言说，想要知道我们的一些育儿的方法啦，或者是说我们的观点之类的，今天就来大公开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一个人又是老师，一个人是治疗师，那我们教出来的小孩岂不是很优秀、很好带吗？大家没有这样想。哦，我以为大家这样想。当老师跟治疗师变成父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带小孩比较容易？我觉得在这2年，就是当父母的过程当中，3不5时，有时候我也会这样问自己，就是脚有点酸，不太能跪。特别是育儿当中遇到一些挑战或是瓶颈的时候，就我也会想说，对啊，就我是治疗师，那为什么好像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就是我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都还是蛮束手无策的这样子。你会这样想吗？我每天都这样想啊。我是老师耶，你还这样践踏我？谁家的小孩这么难带？小孩都会很像父母。如果你觉得你小孩很欠揍的话 ，which means 代表你老婆很欠揍啊。如果你觉得你小孩很可爱的话，大概不是你的关系，你只是比较幸运而已。大家都拿自己没办法的地方没办法，然后你小孩就像你嘛，所以你也拿你小孩没办法的地方，或者像你的另外一半。对，你也不会有办法，所以你也没办法。就像黄熙很明显，就是他的有一些个性很像他，然后他的有一些个性很像我。像我们的部分，那就会是可能一部分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可以理解他，但是也会相对来说有一部分我们就会有点拿他没办法，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就是我是职能治疗师嘛，我刚刚一直在精神科工作，然后后来念了音乐治疗之后，就比较主要是在学校，然后跟一些诊所啊，比较社区的单位，然后到我现在是在一个做儿童跟青少年治疗的诊所。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老师，实验教育的老师，然后我是社工系背景，简单的说就是自学生的老师，对，他们就是在家自学的。然后大家就会想说，为什么他在家自学还需要老师呢？真的就是我们前面那一趴讲的啊，大家也是拿自己小孩没办法的。就像如果你想要你的小孩学钢琴学好的话，最好不要自己教，还是找人家来教比较好。有道理哦。黄熙看起来不太适合弹钢琴，黄熙很适合砸钢琴。我以为想说他比较适合造钢体。我们家吸不进了，他可能滚走了吧。虽然我们从我们细心了，觉得实际上在当父母之后，我觉得帮助别人养别人的小孩，跟自己养自己的小孩还是蛮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观点的差异啦，是别人的小孩的时候，就是完全100%理性的。当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我们只会跟就是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就只有相处的几个小时，但是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你就是24小时就跟他相处在一起，这样子真的会比较用我们的反射直觉去跟他们互动嘛，比较用本性在跟他们互动这样子。但是我们的本性一定不会是太经过思考的。对，弟弟型了。OK， 照顾别人的小孩跟照顾自己的小孩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是有看过一些带小孩相关行业的人，然后来带小孩，然后我觉得反而其实有时候他们是会有很多的包袱的那种绑手绑脚的地方吗？他就有点像是以前大家就说老师带的小孩都会比较自行填空。我觉得以结果来说，就是我们这种职业的人，确实我觉得我们当父母，我们会比较有方法，算是稍微有一点赢在起跑点，就是你比一般人多一些相关的知识，但其实也就是这样而已。就是我们没有实务的经验，就是我们还是要从零开始实战，但是我们的头脑里面有一些相关的理论或者是东西是内建在里面，就有点像是运动细胞好的人，他学运动会比较快，但是他还是需要从头学，并且他还是需要很多的练习。我觉得我们带小孩大概就像是这样的，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在我们的工作经验当中，有一件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在理性上面我们会比较抓住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套我们自己的教养策略。当我们在实务的现场看到很多的家长在带小孩带的蛮挣扎的，我觉得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个特质，就是混乱。
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抱一下。你再这样一直黏着我，我就要走咯。我在接触家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告诉家长说，好，你现在希望你的小孩有这些改变，当然需要成为他的支持，成为他的帮助嘛。但是你的这个支持跟帮助，你也需要一致，就是直到他建立这个新的行为，他建立这个新的习惯之前，我们都需要维持一致。戒尿布好了，那你不可能说哦，我今天这2天都固定时间带他去厕所，但是又过了几天我就觉得啊好麻烦哦，然后或者是我心情不好，我觉得我不想要这样做了，那最后一定就是不会成功嘛。对，当然不是只是停留在生活习惯层次的，它其实我觉得它是更深层的，就是如何看待小孩这个生命，你是如何看待亲子互动，你是如何看待你跟小孩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以我们是一个家庭为单位来说，就是什么事对我们家来说是重要的，然后什么事情在我们家是绝对不能发生的，这种界限上面来说，我觉得就会需要清楚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好处就是一方面我们自己不需要一直去烦恼说，那我到底现在这个界限到底是可以，到底是不可以？因为小孩他们就会一直想要去，他们其实不是想要刻意的挑战，但是他们需要知道这个界限在哪，所以他们会一直去尝试嘛。像我们其实就是只有早期的时候，在我们频道分享一些我们育儿上面的一些观点，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就你是说很像在教大家怎么养小孩？对的这种感觉，可能也会是因为我们是做这种工作，所以会让我们会有更多的顾虑、更多考量。有一个最主要的考量就是育儿的方法有很多种，这样的策略有很多种，可是并不是真的适合每一个家庭。这样的策略其实都是多重的组合的。那我觉得其实它就蛮需要家长非常谨慎的判断，就要想过，对，需要想过，因为可能大家就是看我们带小孩是用这一套的方法，或是看某一些名人啊、网红啊，可能你会觉得他们的家庭生活很理想，但是其实他们带小孩的方式真的不一定是适合每个家庭的，对，有一点把小孩的复杂性给一言以蔽之的感觉，就觉得你就是小孩就是这样教就对了，对那种感觉，对，这样做小孩晚上一定睡得好，我就觉得对，这种都是不是很全面的资讯啊。我觉得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都还在持续的认识他们跟理解他们当中，对，所以也许可能这个方法我现在觉得很适合，但是可能到下一个阶段我又觉得不行，这个方法不适用。觉得我们也不想要就是好像讲某一种方式就觉得 OK， 你就是这样子用就没问题了。失去弹性的这种做法都会让你的育儿生活其实是变得更苦闷，其实最终受伤的或是辛苦的，对，其实都是小孩。因为父母一直变来变去的，其实对小孩来说，它是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对，就有点像是以前那个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流传一些养生汤一样，然后我们这些小孩就是会变成那个养生汤的白老鼠，所以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到桌上有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其实就是像是这样子，就是父母突如其来的改变，其实都是很难下咽的。以在台湾的文化来说，带小孩有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声音太多了。很多人会给你意见，对，但那些人，我觉得那些人都是爱你，也是爱你的小孩的。可是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说，那些意见就是太多了。当很多人就是在讲这个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难道我没想过吗？当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我们是真的想过，甚至我们是看书、看一些影片，或是上一些课程，当人家提出一个友善的疑问的时候，对，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清楚的立场。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育儿变得蛮轻松的。说实在，这些提醒大部分真的都是友善的，就是出于善意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能够讲出一个我们的观点，以及我们收集了哪些资讯，然后为什么我们这样子选择的时候，其实通常这个对话都可以是一个往蛮好的一个方向进行。就是长辈最喜欢管吃饭嘛，然后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说 ，BOW 真的是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想过是可以这样子，所以但是他们都会看到，就是这两个小孩就是吃的就是有模一样津津有味，然后肚子又很圆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觉得成效很好，他就觉得哇，那这样这真的很好哎。从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然后到我们可以沟通，然后以至于最后可以取得一个还不错的成效，然后甚至别人会觉得对耶，就是你们的这个方法好像还不错哦，这样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过去这2年我们透过哪些方式自学成为父母。所以我最刚开始其实就是看 YouTube 影片，对，那我觉得它就是很容易入门，因为它的影片时间都很短，可以很快的吸收到最新的资讯。比起你一直看 YouTube， 我觉得问 ChatGPT 还会整理的比你更好，因为看 YouTube 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个人讲的 BOW 跟那个人讲的
BOW 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人讲的睡觉跟那个人讲的睡觉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超苦恼的。影片就是有画面有声音啦，比较好看。对啦，也是。第二个就是看书，我觉得它书就是完全解决看 YouTube 的痛点，就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脉络。例如说你要学 BOW， 它就是一整套 BOW 从头到尾就是教给你。我是没有这么会看书的人。就是我会读得太仔细，然后有时候反而大概读到一半或者一半多一点，然后我就放弃了这样子。对，反而他看书是看很快的。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上线上课程。觉得线上课程相对来说，它就比较介于 YouTube 跟书中间。像好好就是台湾一个很成熟的线上课程平台，就可以在上面有找到很多育儿跟亲职相关的课程可以上。其实像我们两个4、5年前开始就一直有在买线上课程的习惯。对，我们应该上了10几堂有了。像我的蛮多的摄影或是剪辑之类的，都是从线上课程学的。高真跟花艺我也都有上过线上课程。我自己是蛮推荐大家用线上课程的方式来学习一些新知啦。我觉得特别是对忙碌的父母啦。对，因为其实可能你每天的时间还蛮有限的，但是你又希望可以接收是一个比较有品质的内容，但是同时又不要太无聊，因为我们通常那时候的精神状态都已经不是很好了，这样就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的。所以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我们家是有哪些教养策略，大概就是打骂那种。看他这么尊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很有威严的。第一个就是教养层面跟亲子关系层面的话，我们选择的是依附理论，最常见的就是百岁派或者是依附派嘛。好，还有依附理论会比较。这下要戴耳机，依附理论会蛮接近我们本来的样子的啦，就因为我们真的就比较不是那么喜欢制定太多规矩的人。对，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其实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我们的心态其实是偏蛮随性的。我觉得我们比较稍微崇尚自然。就是这么自然，我们就会希望它尽可能是自然的样子。对，我们比较不倾向用训练小孩的方式来养成他们的各种习惯，或者是在我们的亲子关系上面，对于特定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会有比较明确的规矩，但是整体来说，我们比较不喜欢用训练的角度来看。对，那这其实就比较是依附理论强调的论点，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在意孩子的安全感，所以就还蛮推荐大家可以上黄聪宁医师在好好上面开的一门线上课程，它里面就有分析百岁派跟依附理论的差别是什么，还有具体来说要怎么操作这样。对，我觉得是在理论跟实务上面都会还蛮有帮助的。以前这些都是我们拿来考试用的。以前没有影片看，以前申论题就直接说，请描述何谓依附理论。哦，是吗？你的是这样子啊？你的是申论题哦？申论题啊，写报。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蛮喜欢线上课程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学习环境。刚刚思雨跟我说，如果你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他可以帮我联系警方。请联系。我需要联系了。外面有个退休的警察，退休警察小心哦。阿公帮忙。阿公。对，阿公是警察，在你出生以前他就不当了。你不要碰着我，而且你是很有威严的。饮食方面的话，很明显我们就是选择 BLW 嘛。好像也蛮多观众是这样认识我们的，就是搜寻 BLW。BLW 前辈。对，因为就是6个月的前1周开始 BLW， 然后到现在。那我们那时候选择 BLW， 其实也是觉得比较符合我们自己的育儿的方向啦。我们自己带小孩，然后其实以 BLW 的状况来说，就是小孩他练习了2、3个月以后，他其实是自己可以坐在那边吃一阵子的。对我们来说，没有办法有一个人都固定一直在喂小孩，然后我们也不想吃冷饭，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吃，然后我们吃我们的这样。开始 BLW 之前，我有看了一本书，比较可以对 BLW 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然后包含你自己开始实作的时候，要从哪些食物开始入门，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对，我觉得就可以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认识这样子。那第3个作息的部分，我们家是使用 Easy 的这个循环，就是吃饭、活动、睡觉，然后父母自己的时间这样。那这个的话，其实网络上也有蛮多相关的资讯。那我那时候后来也是买了一本书，然后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但那本书就是
写的非常详细，这样子基本上可以算是百科全书。对，以食物上面，我觉得 Easy 的这个循环，特别对于作息养成，我觉得是还蛮有帮助的。他们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才有办法安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对，因为我们需要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做很多事情。就是从我们有一个小孩以后，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有工作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会蛮需要是可以预期哪些时候是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工作。Easy 会很大幅的减少带小孩的那种不可预期性。还有焦虑感，例如说他现在需要就是陪他玩，然后让他活动，所以这个时间我就是不要想别的事情，我就是陪他，让他好好活动，所以他等一下可以好好睡觉。所以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是到他睡觉的时候我就可以做。还有一个就是当小孩1岁前他是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蛮需要知道他现在的这个哭闹是什么意思，对，是在干嘛。那我觉得 Easy 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去除掉各种因素，这样。对，简单来说就是我们2个都是很喜欢很明确的人。再生一个，不要。大家，以上就是我们家目前的教养策略。对，然后是我们这2年实行下来，我们觉得还蛮适合我们家的。对，所以如果你们家的状况跟我们家差不多的话，可能这几个方法你们就可以参考，可以考虑看看这样子。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养方式啦。对，就是你执行起来是最顺的。我觉得当父母有时候那个要硬一点，不用一直听别人怎么讲，要很认真的了解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做你自己就好了。就如果其实对你来说，你就是很有原则，就是你很会训练别人。简单来说，就是你会骂小孩啦。那我觉得其实也没问题。然后你骂的也都很有效，你小孩也都很听。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的学习啦，毕竟小孩就一直在长大嘛。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家庭状况也会改变，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状况也会改变。像我们现在在澳洲，其实我们真的是重新在学很多他们的育儿观点。对，真的是蛮多不一样的，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是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然后所以我们也会需要融合进去现在在这个文化当中的东西，然后进到我们的教养策略里。所以比如说像是我们最近比较蛮需要学习，就是那我们要如何带一个双语的小孩。对，然后我们要如何就是我以为他在打弟弟，吓一跳。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黄熙，他最近就快满2岁嘛，就我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他开始长出蛮多自我的部分，这样，然后所以同时我觉得他也会有很多高低起伏的情绪，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就比较是我们的课题。我觉得情绪这个主题是说实在对我来说看书不太容易吸收的一个主题。像我在上周一儒老师的课的时候，他会从科学的研究，其实黄聪宁医师也是，就是他们都会从科学的研究开始讲，然后讲到研究的证据是怎么样，然后讲到人类大脑的运作是怎么样，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情绪这个东西，然后去认识小孩。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比较是从理解开始。那我觉得就会比较可以跳脱一种框架，就是当父母我们是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觉得我好想要改变他的这个行为，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从认识开始，而不是从训练或是从改变他的这个角度切入。像我们的背景，我们就不是学者，我们就比较是在第一线的这样实务操作的人，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判断其实是来自于很大量的经验。有时候从学者的角度来看，会知道原来其实这些决策的背后，它其实是有这些的依据。现在轻轻的，弟弟会有点痛，轻轻的，摸摸，这样子摸摸。对，摸摸情绪问题，对，摸摸。可是我们的总结就是忠于自己，持续学习。哇，好怂哦！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这2个课位还就在学习当中，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跟我当同学。非常辛苦的跟大家讲完了。你要下次。没有，你就在这边，你在这边这样子，跟他拜拜。好。周一儒老师。OK， 这个。Q 版脸。